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份合同只要1000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，不，我们2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，何塞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他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。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跟孙超越翻脸的时候，你都看见了，我觉得你特别的慢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很明显吗？挺明显的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肿了？是发炎了还是怎么了？我跟我姐吵了一架，我姐把我惹哭了。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跟你姐姐吵架呢？我也没有想跟她吵啊。但是你看吧，你姐姐她这不是刚刚失去丈夫吗？你不能这会儿，你应该忍着她点儿。今天是我姐姐信用卡的还款日。往常她的信用卡都是她老公给她还的，是跟她老公一起的信用卡绑定的。今天银行给她打电话了，说她的信用卡余额不足。我姐都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给银行打过去电话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后来发现银行账户全都被别人转走了，而且就这2天转的。我当时就跟她说了，她应该赶紧报警。你坐。但是报警了吗？报了。孙兆月手上有一份遗嘱，是当时我姐夫留给他的，就说我姐夫生前的遗产都由他来继承。孙超越就是拿了这份遗嘱，去找了银行，办的转账。他们太过分了，你跟你姐说，咱们起诉他。我跟我姐姐说了，可是我姐姐就说她要再想想。我说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别人都把账户里面的钱全都转走了，你还要再想。兰兰，你不应该这么跟你姐姐说话，啊！你这样跟她说话，你多伤害她呀！你想想，她刚刚失去老公，正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，啊！你说谁能成想，她老公尸骨未寒呢？啊，然后银行里边所有的钱就都被自己亲弟弟给拿走了，对吧？这不是你姐姐的错误，你不应该埋怨她。我没有埋怨她，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姐姐的情绪她太悲伤了，她不利于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想让她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我，我给她找律师，可是我姐姐不同意，她就跟我吼了起来。你跟你姐姐推荐了我，然后你姐姐不同意，她是不相信你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呢？还是说？他要找其他律师，他要找罗宾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急眼了。他让我以后不要管他的事，他让我滚。那你坐下，你坐下吧。
这样，我来想办法啊。你先不要急，好吗？你先回去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一定。帮我问一下你那朋友孙超越，下一次什么时候去打网球？我不问。好，那我自己问。我有他微信。他叫什么来着？罗宾。前段时间我记得他还发朋友。那女的好面熟啊。她是蓝红的妹妹。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去？她是蓝红的助理。我知道她是蓝红的助理，她叫兰兰。我是问她怎么会和何塞走到一起？你把我电话给我。不给，你先回答我问题。他来找何塞有事儿，何塞出于礼貌把他送出来，所以他们走在一起。你说的是走在一起，你说的呢？走到一起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走在一起是指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，走到一起是说这两个人有事情。你也太敏感了吧？我看到了爱的种子，就一点点哦，但是很快就要破土而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原野，你那朋友叫原野。你不许跟他联系。如果他主动跟我联系呢？也不许。你怕什么？怕我去撒种子，还是怕他破土而出？我是不允许你通过原野联系孙超越。那我通过别人。通过谁也不许，就是不许你联系孙超越。邂逅呢？你敢？要么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还有好多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那我们去办公室。啊。我呢，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跟客户和客户的亲属吃饭。可是我们还没签约呢。那就更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别人误解，我为了接你姐姐的案子，跟你吃饭是为了联络感情。谁会这么无聊啊？这是我的原则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找我，你就要尊重我的原则。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像您这样严于律己、尊重原则的人。您不像活在这个世纪的人。电梯又来了。何塞让我找小天儿，说让小天儿也回来，但是我一跟小天儿说这事儿吧，他就急，跟疯狗似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找小天儿吧？你跟他熟啊，你开口他肯定回来。人各有志，小天儿和你不一样，你是辞职被挽留，而他呢，他是被炒掉的。总不能说你想炒人家就炒，你想人家回来，人家就得回来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孟小雨啊？那天看见你们俩在电梯，我没敢认。啊，他长胖了一些。你们熟吗？还行吧。怎么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呀？提了。啊，也没提什么，就是
你们之前是不是还是挺熟的？他说的所有东西，关于我的，你都别信。当然啊，关于你的，我肯定也不会信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别让太多人知道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如果有人要问起来，你就说不熟，还行。来，老师，您找我？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？对，好。我要送你一身西装。来，不是，苏老师。哎，别客气啊，给他量量。何塞老师不用，我给他量。我一直看你这身衣服别扭啊，穿在身上窝窝囊囊的。我们干律师这一行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仪容和仪表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啊，穿衣服穿的不是衣服，穿的是修养。裤衩103，做完了给你送到哪儿？当然送到这儿来。他是我们律所的啊，他是我们律所最优秀、最年轻的律师。好，那您先忙着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我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荣升我们律所的初级合伙人。你不会去顾及他，你肯定不会去顾及他。他们别人在那儿传瞎话啊，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说是人力啊把你的辞职信交给了封主任，我当时我就给否认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是你的签字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不是你的签字，这是我的签字，这就不是你的签字，你看错了，我认识你的签字。是封主任没有批准我的辞职吗？不，你从来没考虑过辞职的事儿，你从来没有写过这封辞职信。顾杰是你的老师，但是他绝对不能把你从我这儿带走啊！你不是他的个人财产。坐。这是一份新的合同啊，我们给你加薪30%，你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，协助我管理所有的助理，所有这些人都归你管。综合果仁充个电。何塞把高峰也给留下来了。你不会真的打算？我经过再三思考，决定听取你的意见。作为一个律师，约架打架的确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所以我决定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。在法庭上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打他孙超越一个满地找牙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蓝红找的可是何塞，找何塞就是找我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哎，我刚听一小八卦，何塞刚才把兰兰送到电梯口，然后两个人飞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骗你，就这个动作。兰兰都已经上了电梯了，何塞还自己在那儿飞呢。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为什么？蓝红的妹妹和何塞好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成了一家人，何塞已经走到门口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们看见你走过来了，所以我们摆出了欢迎的架势。
我没时间跟你们开玩笑啊。丽娜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儿跟罗宾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要说什么？丽娜，不，我要说什么？他要说你跟蓝红，我跟蓝红怎么了？你搞不定蓝红，想让罗宾跟你一起去搞定蓝红，不全对。那就是蓝红压根儿没有决定让你当他的代理律师。去哪儿？你希望去哪儿？我已经做过一些调查了，在孙浩瀚已经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，居然还参加了北京、上海、青岛3地的股东大会啊，而且还签署了文件，把自己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极低对价转给了他弟弟孙超越，而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蓝红居然什么都没得到，这一点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平常不亲自开车的。那你司机是病了，还是家里有事儿？我是怕司机在，有些话你不太好说。对，我们这个案子啊，现在一定要保密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合同还没有签署的情况下。封印跟我说律师啊，都是鲨鱼啊，闻到一点血腥味立刻会出动。如果其他律所的律师知道蓝红他要打官司，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蓝红。我不是怕司机嘴不严，我是怕当着司机的面你抹不开。我有什么抹不开的？你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没告诉我？既然咱们是搭档，我掌握的所有的情况，我都跟你分享了。那就是我耳朵聋了。有人跟你说我什么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兰送到了电梯上，然后飞吻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那是误传。咱们电梯里可是有监控录像的。不，那就是一个动作。对，动作。吻、拥抱、抚摸，都是动作。不，这些动作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你。我没问过他，我没法回答你。那你喜不喜欢他呢？我没认真想过，以后再跟你说。果然是发芽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你说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我知道啊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大人，您有毛病，如果说不治呢，恐怕以后会加重。”而蔡桓公说呢：“说我没病。”然后呢？然后扁鹊又见了2次蔡桓公，都跟蔡桓公说他有病，而蔡桓公呢都说自己没病，而且蔡桓公他还不高兴了。等到蔡桓公真的有病的时候，他想去找扁鹊，结果扁鹊已经去了秦国，桓侯遂死，蔡桓公他就死了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有病啊？恋爱有时候也被称为得了一场病。我没病，寡人无疾。我和兰啊，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起码目前什么都没有。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我们都是成熟、理智的成年人，一段感情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开始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没有想好是否正式开始？对，我们还没有深思熟虑。那你并不否认他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所以你们已经产生了彼此喜欢的小萌芽。不是所有的小萌芽都能够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最后结出果实。但是你承认你们发芽了。哎，你别绕我行不行啊？我和兰
目前是不会谈恋爱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律师。我不记得律师职业规范里有哪条规定，律师不可以跟客户的妹妹谈恋爱。但是我绝对不能让别人说我何塞搞定了一个客户，是因为搞定了客户的妹妹。对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呢？我怎么冲动了？那是什么让你冲进了封印的办公室，跟孙超越针锋相对呢？正义感。我还以为是荷尔蒙呢。就是正义感。荷尔蒙也不丢人，我没觉得荷尔蒙丢人，但是你把正义感归于荷尔蒙，那就等于你是侮辱了我的专业，更侮辱我的感情。好，尤其是侮辱了我的职业操守。好，正义感，你赢了。那现在兰兰知不知道，你短期内不想跟她谈恋爱？应该知道吧？什么叫应该知道？这个问题重要吗？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，偶尔扇动几下翅膀，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是的，蝴蝶效应。我不是蝴蝶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你是蚂蚁更糟糕。我也不是蚂蚁，也不是蝴蝶，不是蝴蝶，也不是蚂蚁。好，赢了，不是我赢了，是我又赢了。我刚才已经赢过你一次了，正义感，对吧？我现在是第二次赢，第二次赢叫又赢了。我们可能碰到熟人了。谁呀？顾杰。你没看到他的车吗？你跟顾杰的司机熟吗？你是想让我问问他，顾杰为什么到这儿来，几点来的，跟谁一起，是吗？他的司机是他的心腹。你想，顾杰离开律所，他的司机也跟着走了，他应该什么事都知道。人家是顾杰的心腹，又不是你的。再说，就算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万一他智商不够呢？你总是习惯把别人想得比较蠢。我从来没认为你很蠢。他们为什么不上车，站在路中间啊？也许是想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伸出腿来绊我们一脚。那怎么办？我是说，他待会儿要真伸出脚来的话，踩过去，然后说对不起。这么快又见面了？对啊，孙超越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客户啊，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。我希望你们能够说服郎红女士，接受我们的条件。你们什么条件？我们受孙超越先生的委托。太啰嗦了，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郎红女士如果选择再嫁，孙先生将会赔付一笔嫁妆；如果选择不嫁，那么孙超越先生会按月支付她一笔生活费。生活费的多少，我们可以谈。那我们还是法庭见吧。法庭见。法庭见。下手真快啊！你说是孙超越找的他们呀，还是他们找的孙超越？这个问题非常好，但是你应该问兰兰。我姐刚才发了好大的火，我们早点来就好了。你们都知道了？孙超越找了2个律师，来跟你们谈条件。太过分了，他跟我们说啊，孙浩瀚所有的财产全都是孙家的，说我姐就是一个外人，还给我们念了一遍孙浩瀚的遗嘱。
说按照遗嘱上说，我们就是零继承，包括这套房子，都不是我们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姐，罗宾和何塞来看你了。我认识他们。你们喝点什么？你们是来毛遂自荐的吧？我们不是毛遂啊，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，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。我不会委托任何人。你不打算起诉了吗？打算，但是我没钱请律师，我的信用卡全部都被冻结了。我们可以给你做风险代理，就是打赢了给钱，打输了就不用给了。我知道什么叫风险代理，但是我不能输，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。你看啊，你也做过律师，律师不能100%的承诺胜诉。就因为我也当过律师，所以我才不打算请律师。为什么呢？是你不相信律师，还是不相信我们？我自己就是律师，我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呢？你确实当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职业了。那是因为我嫁人了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复出。复出？对，重操旧业。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案子练手啊。那你觉得我拿谁的案子练手更合适呢？你找些无足轻重的啊，哪怕是输了也无所谓的。什么案子是无足轻重，输了也不太所谓的？对于律师来说，再小的案子，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谁会把自己天大的事拿给一个律师练手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反正我绝对不会把自己性命攸关的事儿交给别人。何塞嘴笨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是你做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对这个行业会有些生疏，所以他建议你先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，不要一上来就打生死攸关的官司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凭什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？我跟你曾经是同事，如果不是我结婚离开律所，我不会做得比你差。这是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于叔叔送你的，为了表示他对你的谢意。哇，这可是于叔叔手工做的。他手工做的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他是一个工艺美术师，做的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老人有这片心意，你收着就完了啊。谢谢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事儿求我，对不对？我是有事求你，哎，但不是工作的事儿啊，是我个人的事儿。我想请你帮我一忙。边吃边说，你动筷子。我不的，我怕到时候你跟我说了我帮不上忙，怎么我还吐给你啊？那你要帮不上我忙的话，改天你请我吃一顿啊？不要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欠别人人情。赶紧的，先说。行，是这样，我不是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吗？我爷爷现在岁数也大了，他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，我还是对他有点不放心。哎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去养老院看看我爷爷，跟他说话什么的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就这事儿。然后万一啊，我说是万一啊，如果我爷爷病了，他需要签字，万一我要是赶不回来，你能签吗？爷爷没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我爸去世的比较早，我妈后来又结婚了，他身边没有其他亲人了。那你觉得要不要给爷爷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啊？哎，我找你想帮我的，就是这个事儿。
爷爷他知道咱俩分手了吗？我没跟他说，我爸跟他说完以后，他又问东问西的。没事啊，如果你要是不想帮这忙，或者说你要为难的话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该吃吃，别影响咱俩吃饭。你还要主食吗？我给你点一个。你要给你爷爷找议定监护人这事儿，他知道吗？知道。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候选人名单之类的？给了。我啊。除了我，还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啊？于叔叔呢？于叔叔，他多大岁数了？说的也是。我爷爷是认识你，他也信任你。没事，你要是实在那什么，我就跟他实话实说。那他岂不是很失望？半辈子都过来了，什么失望事没见过呀？还不差这一件。哎，行。真的啊？嗯，答应了。这是什么？议定监护协议啊，你先看看，看看。哎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，过两天我带你公证去。你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啊？您不要紧吧？您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不是，我刚刚在划船呢。你家有海啊？好山鸡。哦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人？啊，我听罗宾说的。等一下啊。请进。请坐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姐知道我喜欢你了。今天你们刚走，我姐姐就问我了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你，我说是。然后我姐姐就问你是不是也喜欢我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喜欢。你，那没事儿。那然后呢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没有。但是吧，没关系的哈。然后你姐姐是怎么说的呀？她问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。就是压根儿还没有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是还处于萌芽状态。萌芽？对，就像生病一样，这别人吧都没看出来，甚至呢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。但是如果是名医的话，那就已经看出来了。你说我姐姐是名医呀？你就直接跟你姐姐说呗，这实话实说，对吧？你就把实际情况你告诉你姐，咱们俩之间这事没什么可撒谎的，你就实说就行了。我就是跟我姐姐实事求是的说的，我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呢是彼此喜欢的阶段，并没有实际发生什么。但是我姐姐就问了，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实际发生什么呢？我说因为何塞老师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，他不喜欢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。我喜欢有原则的人。谢谢你夸奖，你懂我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
他有一个朋友是律师，男的。这律师呢还有一个朋友是大老板的儿子。后来有一天大老板犯事了，就给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之后，这个儿子就来咨询这个律师，因为这个大老板把所有的资产都过到了这个儿子的名下。然后这个律师就给他这个傻儿子出了个建议，就是让他跟他自己老婆离婚，把这所有的财产都以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放到他老婆的名下，然后让他老婆带着自己的孩子移民到海外去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啊？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不是个故事，这是个真事儿。后来他这个傻儿子呀，就听了这个律师的建议，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他老婆，让他老婆带着儿子移民到海外。他想等事情都过去之后，再跟他老婆复婚。可是，他老婆没有跟他复婚，而是嫁给了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律师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老板用生命换来的钱都被那个律师还有他儿子的老婆给骗走了。这各行各业啊，都有这种没有底线的人。那你姐姐给你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啊？你姐跟我做过同事啊，她了解我的为人。我接你姐这案子可不是图了她的家产，你姐居然怀疑我？哦不，我姐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姐姐只是担心你是在审时度势。我审什么时度什么事啊？就是你在等一个结果，如果这个案子打赢了呢，那就顺理成章，皆大欢喜，你会向我求婚的。但如果这个官司输了呢？输了以后呢，我姐姐就身无分文了，那我也是一样的，那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反正也没有开始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跟你姐说，她防着谁都可以，但是她不应该防着我。她这么想我，她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你也是哦，我没有这样想，我觉得我姐姐担心是正常的，毕竟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那谁也没想到自己老公的亲弟弟会算计自己的嫂子呀。你根本就不应该跟我说这些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姐姐侮辱了我，然后你把你姐姐侮辱我的话告诉了我。我告诉你是想让你了解我姐姐。我不想了解你姐姐。那你接我姐姐的案子，你就得了解我姐姐的脾气。我现在对接你姐姐的案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我呢？也没有兴趣。都有冷漠，欲望勒索。No， 起了火，爱若难破，不安焦灼。No， 着了魔。暧昧后的出卖，最无奈的无赖，寂寞怎么释怀？黑夜没时间让它等待，你打破规则，我当背叛者，无辜的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关眼这空间是锁，你躁动狂热，我自由赢的，徘徊在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各自快活。冷漠 ，No No No。好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麻烦你一杯拿铁。好，29在那儿算吗来杯美式。30。南红。丽娜，